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ason。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 Sigma 这个品牌呢？ Sigma 是一家位于日本的摄影器材制造商。相较于 Sony、Canon 或是尼康这些相机大厂 ，Sigma 的知名度明显就低了许多。而少数听过的人比较熟悉的，可能也只限于他们的相机镜头。但其实 Sigma 从2002年就已经开始生产自己的数位相机，不过不可否认的，直到现在都还是属于相当小众的品牌。从他们最新推出的 BF 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一家相当有个性的企业。Sigma 于2012年所推出的 DP 系列，根据镜头焦段的不同，总共有3种型号。今天要介绍的 DP2 等效焦段为45毫米，从外观上来看是一台不怎么起眼，甚至让人感觉有点笨拙的随身机。而这台相机独特的地方，在于它的成像逻辑与主流的数位相机有着本质上的差异。Sigma DP 系列所采用的 Foveon X3 感光元件，是将传统单层的感光材料增加至3层，让光线中的3原色根据自身波长穿透到对应的感光区块，最后合并起来的结果，就是每一颗像素所呈现出来的色彩都包含完整的 RGB 数值。这样的做法可以捕捉到更理想的颜色，同时因为所有的细节都是真实记录的，极高的资讯量换来自然饱满的立体感，几乎会让人产生能够走进画面中的错觉，甚至有口袋里的中画幅这样的美称。而这种成像方式与底片利用3层乳剂来分别记录3原色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。当然，这种感光方式也有着明显的缺点 ，ISO 超过400后的杂讯几乎已经不可接受。生产难度与成本都不友善，除了画质以外，基本上你所能想到的其他电子性能都远远不如目前主流的 CMOS。关于这些缺点，我们最后会再谈到。不过，一旦你接受了它只适合慢拍的诸多限制，你所获得的感动也是其他相机所无法带来的。因为 Sigma DP 在本质上就是模仿类比摄影的记录方式，仿佛像是传统正片那种凝结住空气的深度与立体感，是数位滤镜难以模仿的。DP2 在外观上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光学轴线是完全偏向右侧的。原因是 Foveon X3 这一块感光元件比一般 CMOS 更厚，结构也更复杂。在电子运算上需要配置大型的散热片与电路板，将光学轴线完全移向一侧，能够让机身内的空间做更有效率的运用。虽然这样做可能不符合传统的审美，但也可以看出 Sigma 为了完全服务于画质而做出的取舍。机身采用坚固的铝镁合金作为骨架，搭配消光的塑胶外壳，手感相当厚实可靠。外观上没有任何装饰的元素，按键布局也相当冷静理性，几乎给人一种工程机的印象。拨盘与按键的手感都很优秀，回馈感清晰明确。镜头支持手动对焦，但比较可惜的是没有类似峰值的对焦辅助系统，只能依靠齿标跟 LCD 本身来判断是否有准焦。
不同于一般采用拜耳滤镜的 CMOS， 需要依靠临近的色彩去猜出未记录的数值。Foveon X3 每一颗像素都是来自真实的采集，而不是运算的结果，因此在细节上会更加精准，在相同条件下的表现是明显优于同期的 CMOS， 尤其是在高光的部分能够保留相当多的细节，很接近人眼所看到的感受。但这一系列相机都有白平衡偏绿的倾向，在某些场合会出现像是隔着一层窗户玻璃在拍摄的感觉。机身内也没有调整自动白平衡偏移的功能。而想要引出 DP 的最高画质，就必须拍摄 RAW 档，使用 Sigma 自家的软体进行后期处理。Photo Pro 这款软体在处理效率上可以说是恶名昭彰，做任何动作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卡顿，连最基本的放大、缩小都要跑读取条，处理起来需要相当的耐心。虽然 Foveon X3 这样的成像方式能获得非常理想的画质，但想要推动这个画质怪物，就必须牺牲许多其他的电子性能。3层感光的另一面，代表的就是3倍多的杂讯与3倍慢的处理速度。拍摄一张照片必须等待长达10几秒的时间才能回放。虽然这个期间还能继续拍摄，但也会大幅拉长额外的等待时间。就算你有足够的耐心应对上述的缺点，最后还有另一个巨大的问题在等待着你，那就是夸张的耗电量。平均一颗满电的电池只能拍摄约30至40张照片左右。其实如果将它当做一台数位的底片相机，我认为在感受上就会好很多。Sigma 已经有将近10年没有再发布过使用 Foveon X3 的机型，连最新推出的 BF 也是改回传统拜耳滤镜的 CMOS。虽然他们多次宣布将会开发全画幅版本的 Foveon X3， 但至今依然没有任何下文。对于一家有自己的独特坚持，愿意在未知领域持续拓展摄影可能性的公司，我个人还是相当欣赏的。虽然这些相机都有明显的缺点，却也让人感受到 Sigma 为了追求极致画质的匠人精神。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所有内容，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别忘了按下订阅键。我是 Eason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